把玩的是快乐，分享的是心情。大家好，欢迎收看涛哥测评。今天和你们介绍的是这款出自于大火的国漫《玲珑》中的1:6马克与冉冰的众筹版限量雕像。这款雕像呢，我是参与众筹的，众筹价是2580，然后它是有100体带限定编号的款式，我这款呢也是在100体限定编号中的。其实当时看到这个雕像推出的时候呢，我还是挺感兴趣的，毕竟玲珑真的特别好看嘛。然后当时市面上也没有什么特别高端的周边产品，对吧？所以我想这个雕像应该就是我们能买到目前来说最好的一款周边收藏了。于是我想都没想，我就把它定下来了。2580的价格，作为一款1:6比例的带正版授权的雕像来说呢，其实不便宜啊，但是也并不算离谱。所以说呢，我在等了这么长时间之后呢，终于收到了这款产品，在这个玲珑的终章特别篇都已经播完之后，总算拿到了，真不容易啊。那么废话不多说，本期呢我们就一起来开箱这款雕像，看看它的各方面表现到底如何。那首先虽然是一款雕像，但是因为比例并不大嘛，只有1:6，所以说整体的包装盒尺寸呢也并不是特别大。然后里面的内包设计呢，其实就跟一般的雕像是没有太大区别的。作为内包来说，对于里面内容物的保护呢也是非常到位的。那么我们话不多说，把所有内容物取出来，然后呢赶紧把它给组装起来吧。那么当你把所有内容物全部拿出来之后呢，可以发现其实它的分件啊并不算特别的多。好，那么我们就不废话，赶紧按照说明书的指示把它给组装起来吧。那首先呢，这款产品是有一个特别大的圆形地台的，然后呢，在地台的背面，它是有一个铁牌，上面写着产品的名字以及限定的编号。在正式组装之前呢，有一些细节零件要安装到这款雕像的四肢上，其实就是为了再现出重力体破损之后往下面滴机油的这样子一个效果。因为这些零件非常的细小，做成一体成型的话，运输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破损的情况，所以这雕像上面呢采用了分体安装的方式，我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中间的连接桩呢也是金属零件，所以说强度方面呢是有所保证的。然后整个雕像的组装流程，因为本身分件就不多，再加上它们的连接呢也是采用这种装位加上强磁的吸附方式，所以说整个安装流程是很便捷的。除了头部因为要接电源线有点麻烦之外，其他方面呢基本上3下5除2啊，一下子就能够给它装好。那么全部组装完成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款雕像的外观细节表现。首先它是一个重度战损状态，穿着重力体的马克半跪在地上，然后副官冉冰呢坐在一边抬头看着他，整体看上去呢非常有那种苦命鸳鸯的感觉，对吧？不过凭我的记忆呢，在原作中应该是没有这样子场景出现的，所以说这个造型呢应该是厂家原创的一个设计。不过有一说一啊，就这个设计其实还是挺好看的，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当初会愿意参与这款产品众筹的一个原因。然后地台部分呢是一个大的圆形地台，在正面呢有 Incarnation 玲珑的英文名字的 logo， 同时呢在地台上呢是有一些散落的岩石零件细节的。那么我们两个人物主体呢就是跪在或者说坐在这个岩石上面的。同时因为马克重力体是一个重度战损的状态，它也往下面滴了很多机油啊。那么在地台上面呢，这个部分的细节零件呢也是有通过涂装跟细节刻画的方式来进行表现的，效果呢不攻不过啊。整个地台的表现呢，你要说很惊艳那真没有，但是呢也不能算特别差吧，我觉得。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马克专属的 MU2 型重力体破晓部分的表现。那这个重力体的名字一听呢就知道是马克为了纪念他姐夫而特别给他取的。整体呢在原设定中啊是在 MU2 型白纱重力体的基础之上专属定制改装过来的。那么外观部分的涂装呢是采用了黑色加红色作为主基调，然后搭配上一些银色的细节点缀，所以整体的配色上看上去还是挺好看的。然后因为这款重力体呢它是一个重度战损的状态，所以说在整体表面是不可避免的会有很多这种战损旧化的涂装，包括破损的细节刻画的。但是有一说一啊，就是以一线大厂的这种制作水准去评判这款产品的话，你会发现它这个部分的表现是很难让人满意的。也就是说它的旧化涂装呢相当敷衍，就基本上只有一些简单的干扫。同时呢破损的细节方面的刻画呢也是会显得有些肉的，并不是特别的精致。
所以如果说你是一个玩惯了那种比较精致产品的玩家，你第一眼看到这款产品的时候呢，你只能感觉远观还不错，但如果凑近看的话，其实这些细节的表现是经不起推销的。因为本身产品的定位就是雕像，所以说重力体上面的一些外挂武装呢，自然是不具备任何可动机构的。然后在重力体的左手部分呢，它是手持着马克的专属武器双斩大剑，半插在地上的这样子一个状态。不过因为武器是半插在地上的嘛，所以说如果你拿出来的话呢，它其实也并不是一个完整造型，同时呢也不具备任何可动或者可变形的机构。虽然马克重力体部分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但是副官冉冰做的呢，其实我觉得还不错。首先在头雕方面呢，发型还是挺还原的，然后面部呢，它是有把这种忧伤的表情很好的给刻画出来的。在整体的面部特征的还原度上面呢，虽然说你不能说100%还原了动画吧，但我觉得反正你一看就知道这个是冉冰啊。这个面相呢，在我看来至少是没有做崩的，但是呢还有一定精进的空间。右侧的脸颊上呢，是有这个马克重力体滴上去的这种机油的细节，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呢，也像是冉冰在流血，或者说冉冰在哭啊，这个设计我觉得挺好的。然后整个身材包括人物的身体动态设计方面呢，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服装表面的涂装，包括这种衣服的质感啊，做的都是相当到位的。在右部大腿处呢，它是有一个手枪和枪套，但是呢，这个手枪并不能从枪套中给它取出。不过有一说一，就是我觉得这个冉冰本体是不是做太小了？毕竟这款产品是1:6的比例啊，但是我拿上手就感觉这玩意儿怎么看都没有1:6，最多就是只有1:8，对吧？不知道是因为冉冰本身它的身材就比较娇小，还是厂家在做的时候把比例做小的缘故啊。不过有一说一，就这款产品呢，如果它能再多给一个马克重力体打开状态的替换头雕，然后里面的马克呢跟冉冰是有四目相对这种眼神交流的话，那么整体造型上呢应该会更好一点。只可惜产品并没有这么做，所以说我觉得也挺遗憾的吧。然后呢，这款雕像呢，其实它是可以通过底座外接电源的方式来发光的，只不过发光位点呢就只有腰部两侧的圆形细节以及双眼了，并不是特别多。而且呢，这个光源呢强度也不是很高，所以说亮的跟没亮呢其实不仔细看的话真的区别不大。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呢也就是一个聊胜于无的卖点。如果说在重力体本身或者说在地台上面呢能给我们多加一些 LED 发光机构的话，那我相信可能整体的表现会更上一层楼吧。顺带一提啊，在产品包装里面呢，其实还有2个特点没给大家介绍。其中一个呢，就是这我也不知道什么玩意儿啊，感觉好像是冉冰的抱枕吧，这玩意儿我就不拆了，不是很感兴趣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黑色小盒子，给它打开之后呢，里面可以看到是玲珑主要人物角色的纸质卡片。那作为一个收藏品来说的话呢，还是有一定价值存在的吧。那看到这里呢，你会发现这款产品因为外观做工表现不佳的关系，所以说如果你是一个对细节方面比较挑剔的玩家的话，其实我觉得这款产品呢就不太适合你。而且本身前面也说过了，2580的众筹价对于一款1:6比例的正版授权雕像来说呢，其实并不算贵，但是也绝对不便宜。考虑到本品的做工表现呢，其实我觉得这个价格的性价比呢并不高。这款产品呢，我推荐你们看看我视频就好了，并不是非常建议你们去入手啊。毕竟玲珑现在这么火，后续呢肯定是有很多周边商品陆续会推出的，不要那么急嘛。市面上这么多产品，我觉得总有一款适合你，是吧？那么也希望一华开天可以早点把玲珑后续的章节给我们赶紧补完过来。这部剧真的是太好看了，我强烈推荐。白月葵永远的神。OK， 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记得关注或订阅我们的视频频道。觉得视频做得不错的话，也可以多给我们3点支持一下，你的支持对我们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除了扫描二维码以外呢，我们还可以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最下方一栏公众号里呢，输入涛哥测评就可以找到我的微信公众号了。另外别忘了置顶我的公众号，这样子呢，我每天推送的最新玩具资讯你就不会错过了。玩具资讯哪里找？尽在涛哥公众号，赶快关注起来吧。